天文学家们长期以来一直在争论，什么样的信号才是判定外星生命存在的信号？在天文观测中，系外行星的大气中究竟含有什么样的化学成分，才能说明那颗行星上有可能存在外星生命？大家好，欢迎来到阿尔法科技频道，这是追踪前沿科技和新鲜趣事的频道，我是摩西。2023年6月，天文学家报告了一个令人失望的发现：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未能在 TRAPPIST-1 星系中的行星上发现浓厚的大气层。TRAPPIST-1 是位于室女座的超凉矮星，距离地球约 39.6 光年。这个星系特别引人注目，因为它拥有至少7颗大小和温度都与地球相似的行星，其中几颗可能位于宜居带，也就是说，在这些行星上可能存在液态水，这是生命存在的关键条件。探索外星生命存在所需的条件并非新话题。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的升空，使得这一探索逐渐可行。在未来几年中，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有望捕捉到环绕遥远恒星的数颗颇具潜力行星的大气层景象。这些大气中所隐藏的化学成分，可能揭示我们太阳系之外生命存在的首批线索。这项研究同时也引发了另外一个复杂的问题：究竟观察到何种化学特征才能算是真正的生命迹象？这里要说明的是，即便是最强大的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也不能直接看到系外行星。天文学家只能通过恒星的闪烁来了解这些遥远的世界。他们并不是直接观察行星，而是将望远镜对准恒星，等待行星凌日及行星从恒星和望远镜之间穿过。当行星凌日时，一些恒星光线会穿过其大气层，并根据大气中的化学物质，使恒星发出的光在某些波长上变暗，形成行星大气的光谱线。这些光谱学就成了行星的化学二维码。寻找生命存在的迹象，就是分析这个条码中是否存在可以让生命存活的气体。科学家们曾经认为氧气是一个具有生命存在的标志，在地球上，氧气由光合作用而大量产生，但氧气其实也可以通过其他过程产生，例如阳光可能分解行星大气中的水，因此氧气就不能作为生命存在的唯一证据。再比如，甲烷既可以在有生命的情况下产生，也可以在没有生命的情况下产生，因此甲烷本身就不能单独作为生命存在的证明。但如果同时找到甲烷和氧气，那将是令人激动的，因为没有生命的存在，这种组合很难产生。类似的，如果发现甲烷以及其他的气体，如二氧化碳，那也能够充分证明生命的存在。对一个系外行星大气层随时间变化的观察，可能揭示出极具价值的背景信息，这有助于增强原本模糊不清的生命迹象。以臭氧为例，科学家们在2018年的报告中指出，臭氧浓度的季节性波动可能成为揭示生命存在的关键线索。这种变化不仅体现了行星大气的动态性，也可能反映了生物活动的间接影响，从而为我们提供了探索外星生命的新视角。另外一种研究系外行星的强有力的方法是标定系外行星大气的化学异常指数，科学家称之为化学非平衡，即行星大气的化学状态与典型情况相比的程度。这个概念基于化学非平衡的理论。在天体学的理论中，一个处于化学平衡状态的大气是指其化学成分和温度不再发生显著变化。在寻找生命迹象的研究中，如果一个行星的大气远离化学平衡，这可能表明有一些额外的过程在发生，如生命活动、地质活动或其他未知的化学或物理过程。因此，化学异常程度高的行星大气可能是潜在生命存在的一个证据。通过研究这些异常，科学家可以更好地理解行星系统的动态以及可能的生命迹象。2016年，科学家们计算了太阳系中每个行星以及土星的卫星泰坦的大气异常指数。按照这个标准，地球的大气显得非常极端，这正好与地球存在生命的事实相符。尽管如此，这种方法也不能作为直接判据来判断系外生命的存在，它只能提示科学家们在一个系外行星大气远离平衡状态时，发现生命的可能性会大幅增加。2023年，耶鲁大学的科学家 David Kinney 与圣塔菲研究所的生物物理学家 Chris Camps 合作，开发了一种新的探测系外生命迹象的方法，就是寻找最奇怪的行星。这一方法看起来简单直接，
如果抛开系外生命与地球生命生存条件类似的假设，那么在适当的条件下，几乎任何气体都可能激发一种生命。2016年，麻省理工学院的天体物理学家 Sarah Seeger 提出了一个包含约14000种分子的清单，以供作为寻找生命可能存在条件的参考范围。Tiny 使用了这个化合物列表以及先进的机器学习图像识别算法，开发了一种新的评估方法。Tiny 认为，宇宙中的生命是罕见的，它们必定在行星大气中留下独特的痕迹，非生命的环境很难模拟和重复这些痕迹。因此，如果我们发现某行星的大气与其他普通行星的大气层迥然不同，那么这颗行星上孕育生命的概率就变得极大。当然，也许这些假设本身可能就是错的，但如果我们完全不做任何假设，那么科学研究的进展会非常困难。1992年，科学家们首次确认了系外行星的存在，生命迹象这个词就变得越来越热门。随着观测数据的不断积累，也许系外生命离我们越来越近，或许明天我们就可以发现它们呢。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话题，欢迎订阅、点赞、评论和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